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安顺的关岭县。我们经常看武侠小说或者电视剧，会发现这个主人公啊，有时候从悬崖上跌下，有时候呢掉入山洞的深坑中。他们有的呢能发现武功秘籍，让自己修炼成绝世神功；有的呢会发现宝藏，让自己一辈子都衣食无忧啊。你们有没有想过，在现实生活中会有这么样的情形？哎，还真有。在我们贵州的关岭县啊，就有一部洪崖天书，地方上呢曾经悬赏100万让人来破解，至今呢都是个谜团。哎，今天阿泰呢就想去挑战一下，看看能当富翁呢，还是能成为绝顶高手啊！这个地方呢，不要门票的景点非常多，离黄果树就10-20公里。我们可以看到前方是灞陵河大桥啊，可以看看咱们中国的基建。这边写有关岭2个字啊，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然后透过灞陵河大桥往前方走，大概1-2公里呢，就是特别有名的滴水滩瀑布。我们的洪崖天书呢，就在这一座崖壁上。这个山下中间这个有亭子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停车场啊，以前是不收费的，现在来到这里呢，需要收10块钱的停车费啊。不过人家要这个整理卫生吧，也是有道理的哈。步行上来走到这个洪崖天书的位置呢，应该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就足够了啊。就走这样的小道啊，还是好走的，这边问题都不大啊。所以说想来这边，特别是来黄果树玩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周边的小景点来玩一下。看得出来呀，朋友们，来这里玩的人还挺多的。这个山里面的小路啊，都走得这么光滑。哇，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洪崖天书的位置了，就在这一片崖壁上啊。这边也是小道，不知道通向哪里。那么现在咱们就到了这个天书的位置，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是第1面的天书，给大家拍清楚，看看能不能破解啊。我看看我能不能认识俩字儿。这感觉没有任何的规则，怎么能认识呢？那个字像西方的西是吧？这个字像有，对吧？但是真的不认识啊。这是第1面天书崖壁，这个字有一个框框，里面又有一个不认识，是吧？就是那种感觉，这个文字好像是好几个朝代的文字叠加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统一的那种，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字和上面那个字可能就不是出现在同一个朝代。这里这个字呢，又像是有一个什么动物的那种感觉。哎，看来我这个资历是无法破解这个天书了。这只是其中1面啊崖壁天书。我们再往前面来看一下。这一面就感觉更加的难了，这一面就更复杂，是吧？大家看一下，这一面墙感觉就更加的复杂。这边有2个字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是很多字的一个合体，包括这边这一个字也是非常的复杂啊。整面墙呢都跟大家拍摄下来了啊。高手的话可以看看能不能破解，那破解得了真的有钱拿，有可能就破解出宝藏，对吧？这个也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文字。我们再到这个前方来啊，这里还有一片崖壁。这个地方这边的文字就更加的复杂一点，弯来弯去，
有点那种鬼画符的感觉。这个大家好好看一下哈，我把整面墙的这个文字都跟大家拍摄下来。这边呢，应该是写的那种哪个朝代年月日的这个时间啊，这一面应该是写的是时间啊，就是刻这个天书的一个时间。大家好好来斟酌一下啊，希望你们能破解。反正我在这里看了半天，我觉得我这个资历太浅啊，我可能破解不了。真的非常的神奇。你看这里好像是一个圆圈，哎，这个字刚刚的那边也看到了，对吧？这里像一个口字，这个还真的是破解不了，我反正是没那个能力啊。各位强大的网友啊，你们看看你们能不能破解。有的朋友可能有疑问，这个天书怎么看去这个字体特别的鲜红啊？是这样的，这一面崖壁它是复刻的崖壁，就是真正天书所在的原始位置呢，是在我后方那边非常高的那个崖壁上。大家可能是怕这个天书经过长年累月的这个风化啊，把那个字风化掉了，所以说呢当地呢就把这个天书完全1:1的方式呢复刻在了这几面墙上，供大家来参观和破解啊。如果你觉得你能破解的，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一部红崖天书啊，民间有3个传说的版本。第一个传说呢，是三国时候诸葛亮平定南蛮之后啊，后人为了赞美诸葛亮而留。第二一种说法，红崖天书是一张藏宝图啊，在关岭地区呢，现在仍然流传着一首打油诗，说是红崖对白崖，金银18台，谁要识得破，雷打崖去抬秤来。它的意思呢，如果你能够破解这本天书啊，这些宝藏或许就在这个白崖的山中啊，说的是神乎其乎啊。在这一段打油诗的背后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传说在殷商末期啊，当地泮阳柯部落的首领急火，不远千里呢去朝歌进献。商纣王呢就非常欣赏他，于是呢就回赠了价值不菲的金银珠宝给这个急火。那西南山区呢都是山地啊，急火来回折返呢花了1年多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啊，他的家乡被外族侵占啊，急火的山寨呢也被付之一炬，族人也被逼迫四处流亡。愤怒的急火呢，就将这些财宝啊埋藏在一座山洞之中，并在红崖上留下了自己才能看得动的这一部天书。随后呢，他便召集了四处逃亡的族人，发起战争。在这一场惨烈的战争中啊，急火和他的族人被全军覆没。至此呢，这一部天书再也无法被人破解。第三一种说法呀，红崖天书是明朝建文帝所撰写的讨伐檄文。明朝皇帝朱元璋过世之后，皇太孙朱允文继承大统，称建文帝。朱允文因薛蟠得罪了燕王朱棣，导致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国统之战。燕军攻陷南京后，南京皇宫付之一炬，建文帝也失踪在这一场大火之中。朱允文呢，逃到了人迹罕见的山区中隐居很久，他时刻想着召集亲信东山再起。然而呢，随着朱棣定都于燕京，朱允文的影响力日渐削弱，势单力薄的朱允文始终无法如愿，只能将文字拆解组合成红崖天书，写在了这一面红崖之上，数落皇叔朱棣的罪行。他希望有朝一日被人破解这份天书之后啊，帮助他推翻朱棣，建立正统。这个红崖天书呢，大概就这几个传说，但是也不确定是哪一个，直到现在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朋友们，
你们能够破解这部红崖天书吗？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啊，说出你的高见。如果你能破解，那真的有可能有宝藏，也有可能是武功秘籍，大家说是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湖北恩施的交易台村，我们发现了一个最像世外桃源的地方。这个地方被称作独家寨，顾名思义，就是一独户人家居住在这里。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边哈。据说要到那户人家去探访呢，需要穿过清江古河床，路上呢会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走吧，大家跟我一起去探访一下。应该是从这个洞里面穿过去。我都听到里面有声音了，因为来这里玩的人还挺多的。果然啊，要去到独家寨还要穿这么一个溶洞，经过这个溶洞穿过去，然后才到独家寨。这一堆的这个石头啊，也是这个溶洞的顶部坍塌，然后在这个地方堆积的。这个平的地方呢，就是若干年以前的这个河床啊，河床。我估计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会到这个里面来乘凉，太凉快了。因为它是穿洞，这个整个风呢是对流的，所以在这个下边待着会非常非常的凉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穿洞的顶部啊是非常的光滑。能够感受到上亿年前这个河水的冲刷呀，所以说呢，整个穿洞的顶部看去很光滑。哇，这个穿洞里面真的是太凉爽了啊！夏季乘凉绝对是一个绝佳的地方。下面又非常的平啊，我们目测一下，应该有好几亩地的一个面积。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全部是溶洞。我刚刚从那个洞口出来。然后这儿呢，又有一个洞口。这个穿洞是过来穿过的第二一个山洞，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是在远古时代啊，这些缝隙里面绝对是有大鱼的。看一下，像这个洞底的这些地方啊，一看的话就知道是以前的这个河底啊，淤泥上面都是淤泥，对吧？河流慢慢的下迁的这些淤泥呢，不断的就流走，所以说就留下了这个石腔，啊，非常的震撼啊！继续的向前走吧，应该离独家寨越来越近了。我觉得夏季的时候，大家可以来这里避暑，并且可以在这个穿洞的下面搭帐篷，在这里住个几天也是可以的，因为真的太凉快了啊！穿过这个古河床啊，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独家寨。这户人家就住在这个岩壁之上，看一下后面来的这个形状，像不像一条龙？然后这里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峡谷，里面的水也深不见底啊。然后应该是从这个地方上去就到独家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你们就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几边都是悬崖峭壁，他居住的地方呢也是悬崖峭壁之上，正好在住人的地方啊，它是有一大块的平地啊。我们走到这儿呢，这里还有一个石头砌的这个房子，这个干啥的不知道啊。房屋很小，可能只能躺一个人吧。那从这个步梯上来呢，就是独家寨了。看到没有？这里还挂有一面旗帜，独家寨。有没有感觉像以前的这种土匪寨子一样？住在这个上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正好进寨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洞门，那么上面一道门一关，你到哪儿也上不去啊，从哪个地方你也上不来。
这个地方真的是，你们几个来了多久了？有1到3个小时，1个多小时。我们从11点等到。哦，你们是学生是吧？对。我刚刚正好在上面看到你们了。哦，那个无人机就是你吧？对对对。哎，大哥，就是能咋的呀？就是给你要一点，就是那个你无人机航拍的那些素材呀。你加微信，到时候我发给你。好，太好了呀！您是不是摄影爱好者？摄影、自媒体，帮人家做业务都在做。哦。你们是学什么专业的？我们是广播电视编导的。对，就跟您一样。那你们出镜讲呗？你们要不要采访？我们也是要采访。我们这次只是提前来踩点。对，我们下次才正式拍摄。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上边，走到这个门口，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整大片的土地。这土地我目测一下，应该是有好几亩吧，3、4亩左右。那么它的后山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屏障一样的，很高啊，人员是进不来。这个房屋的两侧都是峡谷，整个前面呢是包裹住的。它这个房子呢，它是反向建设的，也就是说在这边头部的位置还是高山，所以说住在这儿挺安全啊，三面绝壁，也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吃饭没得是？没有啊，我讲话你听得懂啊？你讲话我听不懂啊。你一个人在这边啊？啊。哦，你在这个地方住了好多年了哦？50几年。50几年。你好吧，都才50几岁吧？58了。58了，从小就在这里。啊。那现在你们有几个人住在这里呢？现在就是我和父亲嘛。你们家贵姓啊？我姓秦的。秦。秦始皇的。秦始皇的秦哈。你们当时啷会想到搬到这儿来住啊？这儿挺不方便的呀。那过去是很偏僻嘛。过去哈。那是逼起来的嘛。逼起来的。我们原来那个朝的。71年、70年左右。哦，房子烧掉了。没当时做了。哦。都说98年我想到我手都现在手狗狗，那时候挣了4000多块钱，包包头那个是活。哪个时候4000多块钱哦？哦，那是什么？一晚上给老子搞起跑的，当时那夏天都搞死个拽死一个闪一个，后面跑出一个。一说有人来抢你。那是3个啊，我只跟你差不多，3个。哦，晓得你有几千块钱。我弟弟有去分到噻，他说什么？那时候不说，那时候不算穷，随时的一个家庭的还是，那个时候有几百块钱，赚多还是不赚不多的。那个时候有几千块钱是不得了的哦。那个时候几千块钱，真的相当于现在啊，10几20万了。对。当时你这个房子为啷个不修掉啊？在这修在这点呢？有啷个考虑啊？他那个时候那里有家人活，他那时候个反正他该分钱个都大。哦，年轻几个人都在那里做的。这个下面的这个水有好深啊？有20-30丈啊。20-30丈，有鱼没得？有啊，我过年都在去钓啊。大个呗。大的还有20-30斤的。钓到过没得哦？我都钓个10大斤的，那我也是亲自看到别个，看到猪儿啊、月猪儿那个长头，这个都渗透到我在我这那接的回都威胁人家。你的地方你等他钓啊？啊？你的地方你等他钓啊？那是国家的噻，又不是我是人的。哦。你几个小孩呢？单身哪里有小孩了？小孩了现在。你是单身？啊。人长撇的，你条件也差，一晃一坐得撇，那个时候，他就是这样噻。那你们父母亲都在吗？母亲一楼。哦，父亲在。哎。你现在就是你们两父子。哎。那你家兄弟啊？兄弟在土桥噻，求了。啊，他搬出去了。他出去我个姑娘都在22、23年。哦，等于这边现在就是你们两父子住了嘛？啊。那你现在也可以找个老伴了。这事情也还真难说啊。咦，你想不想找？那问的人多得很，那问走啊走就个走脚打，他个就是脚板听个走脚打，走牙打。我看你这个人相当不错，我觉得也有可能有这种了。我们这视频发出去之后，有人问了，你只要说你是单身的话。
有的朋友啊，可能担心它这个地方有没有水吃，实际上是有水吃的，就在这个崖壁的下方，这里有一个存水的地方，我们到这里来看一下，看一下这里面有这么多的水，然后它这个整个地方呢，就像一艘小船，房屋的后面那儿凸出来了一点，整个后面就是大崖壁。这个后山啊，也是比较陡的，这一片地呢也有7、8亩地，环境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我就跟大家说了，这是我见过的最像世外桃源的一个地方。据这个大叔讲啊，这儿呢很久以前可能是茶马古道，因为他们搬进来呢也就是50多年吧。他几岁的时候，他父亲带着他搬进来的，然后他们原先也不住在这里住在外面，好像房子被烧了之后呢，他父亲不得已才带着他呢到这个地方重新建房子。当他们在这里重新建房子的时候呢，他们之前的住户已经搬走了，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住人是要追溯到几百年前，只是他们到这儿呢才几十年。我走过那么多地方，我觉得最像世外桃源的地方，从来的路上你们也能够感受到，对吧？要穿过那样的清江古河床，然后再到这里。而且刚刚这个大叔讲了他边上这个深不见底的水池里面有大货都有几十斤的鱼。喜欢钓鱼的，我觉得不妨在这里蹲守几天，看看能不能搞到大鱼搞到大鱼的话，也可以跟大叔他共同来分享，对吧？那朋友们，这里的视频的话，大概就跟大家说到这里。我现在呢要返回去，还要开车到利川市去居住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梅潭县的永兴茶海这里呢是连片的万亩茶海，非常的漂亮。今天呢又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亲一起过来，在这边呢参加采茶的一个比赛活动带你们去看一看带大家逛了中国茶海之后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中国茶城。去年的时候我在茶城一家店里面喝到了一款特别好喝的那个手工茶喝了一次就忘不了。又时隔1年我们再到这里来逛一逛，看看还能不能喝到那个茶。走吧。张姐，又让你真来喝茶喽？走。好嘞，好嘞，好嘞。给你们泡杯茶要得，要得。哎，这个茶还是就是前年我们来喝那种哎，对。这个茶真的是喝了一次都忘不了感谢你们的信任嘛。做嘛的？特别好。这个茶喝起来它的入口非常的舒服。更重要的是，我们喝茶喝了很久之后，它都有这种回味的甘甜，包括它的香型的这个层次，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这个手工茶它是有灵魂的一款茶。因为它真的是结合了我们手工师傅几十年的这个工艺，不像这个就是机器制茶，它是统一的规格、统一的规范。那么手工茶呢，它就有不确定性每一个师傅制作出来的茶，它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师傅他在制作这个茶叶的时候我听张姐说，他根本不跟别人说话的，也就是有别人去跟他聊天，他都不理的
它是专心致志的制茶，做了几十年的茶。所以我说这个手工茶，它跟这个机械茶的对比呢，就是手工茶它是这个师傅几十年的制茶工艺的一个结晶。用我的话说呀，就是手工茶它是有灵魂的，喝起来的感觉层次是更丰富的。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喝过一次茶之后啊，我就想起来这个味道啊，每年都要在这里来品一品，这个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当然我说的这些呢，可能需要你有一定的喝茶的一个基础啊，可能长期喝茶的人他能够去感受到这个茶叶的不一样。当然我们本身不怎么喝茶，或者说就是随便喝的，可能还不大能够感受得到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哈。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乡村阿泰。很多朋友啊都在问我，你们的贵州茶叶到底怎么样？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不好说，你们可以看看我们这里的这个茶山面貌，大概就知道一二了。而且我们贵州呢，主打它是生态牌，政府对于茶叶的品控其实它是零容忍的，所以没有任何的茶农敢乱来。这个月的15号啊，我们贵州第15届茶博会就在梅潭县举行啊，届时呢，欢迎大家来我们这边品茶。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看一看这个茶山的风光，而且咱们这个茶叶呢，是直接可以采摘出来就进嘴的，这样吃了是可以吞掉的。这个茶呢，就是正儿八经的干净茶了。叫我吃点茶呢？教你采茶。啊，我也是今年的人，我也不会啦。你是个黄昏棒子哦。哦，我也是哦。你看嘛，我是今年人，你看我半天都采不得苦啊。搞了半天你都在心事喽。你看嘛。才多年了的，他们都这些。哪些在高手嘛？他们这些都是高手噻。你是哪儿的哟？我是观音镇的。哪儿的观音？观音是个村吗？啊，观音镇。观音镇。开心点哦，你是在捡钱哦。捡钱哈。捡钱。茶山的魅力不仅在于无限的茶海，更在于这里勤劳的人们把这一片茶园打造得井井有条，非常漂亮。生活在这里就像住进了天然的氧吧。茶农们每天早早起床，挑战险峻的山路，到达茶树前进行精细化的采摘。这里的茶海是茶农的摇篮，经历几百年的淬炼，形成了茶山特有的风土人情。品茶是茶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品茶的过程需要我们耐心的、细致的去感受茶叶的鲜香和味道。我们贵州人啊，崇尚人、山水、自然的一个融合。就像我身后这片茶园，是不是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这里是茶中有林，林中有茶，更多的是融合大自然。就像我们贵州对外的宣传语一样，干净前茶，全球共享。走进茶山，走进茶文化，品味的不仅仅是美好的味道，更是感受万物的生命力。太不可思议了，朋友们！在重庆涪陵的大山深处，我们发现了3个巨大的石头。这3个石头就像是被谁扔在这里的一样，其中有一个石头中间被齐整整的断开，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切割开的一样。当地人称之为雷打石。这个石头到底是如何裂开的，至今都是一个谜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山里啊，我跟大家的心情一样，也是想迫不及待的看一看这个石头。就在我们的这个前方，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石头了，其中的雷打石就是这个石头，看一下，真的超级的大。从这里这么大的一个石头，缝隙就在这个位置吧。我们到前面去转一圈看看。大家看得到我吗？我站在这个石头下面，让你们感受一下这种压迫感。一开始我以为这个石头比较小不大，
但是你们现在来对比一下这个石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像这么大的一个石头啊，它的中间怎么会齐整整的裂开一条缝？真的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地方啊是3个巨大的石头，这个上边是2个，然后这里是1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刚刚我站在那里，你们是不是感觉我像一个小鸡仔一样，对不对？可以衬托出这个石头到底有多大，非常的震撼。真的，这几个石头就好像是谁凭空从天上扔下来的一样，太神奇了！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工啊！而且这个缝隙这个地方是可以过去的，带你们到那个缝隙那儿去看一下，好吧？我们走过去看一下，可能从空中看那个缝隙比较小，实际上这个空隙应该是有超过1米的一个宽度吧。这儿就到达这个缝隙的位置了，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缝隙，整个这个裂缝呢，它也不是说特别整齐，说像刀切的一样，它就是光滑的从这个地方裂开。我们可以看到上眼口，像外面的话，很光滑，但是靠里面的话，它可能是经过若干年的风化、雨水的这个冲洗啊、拍打，那么会有一些风化。当然，这个缝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地方都对应的非常好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几个石头是哪个神仙扔在这里的？如果这个石头不是从空中扔下来的，它怎么会从中间裂开呢？很神奇啊！我们走到这个缝隙里面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是贴合的一个状态，只是从这个地方裂开了。上方的口子呢就张得大一点，大概有1米左右的一个口子，这个下方呢就窄一点啊，也就是几十公分。那么从这个下面的这个印记，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整个石头。你看这些，包括每一个地方的凹凸的地方，它都是能够对应得上的，可以确定它就是一块石头从中间断开的。当地的村民呢称这个为雷打石，这个呢只是一个传说啊。那么有没有雷打石呢？我告诉大家，实际是有的。在我们大山深处的一些石头里面，它有洞穴，一些蜈蚣呢，它就会住在这些洞穴里面。蜈蚣它是会接电的，每当电闪雷鸣的时候啊，它有可能接到闪电，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被雷劈，就会出现什么雷打石。但是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石头会被劈得七零八落，就不会说像这里这样整整齐齐的断开了。所以说这个石头是雷打石的可能性，我觉得比较小。那么又有朋友说，会不会是地壳的下沉让这个石头自然的断开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河里面的时候捡到一个团团的石头，往远处扔去的时候，即使是砸到别的大的石头上，它也不大可能从中间齐整整的断开，而是边上破一些皮啊，破一些石碎。而且这个石头它本身是比较坚硬的，我们不要说下面下沉它断开，即使我们用一个千斤顶把它顶起来，它也不可能断开的。有时候啊，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创造力。就像这个石头，它是如何裂开的呢？反正我是无法理解，你们能理解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的大山里，这个地方啊，有一条这个石梯的步道下山去，估计下边是有人居住啊，我们下去探访一下。这个下山的路全部是这种石梯。我是从这个山上走下来的，这个石梯呢一直坐到这个地方。这边种有一些这个桂花树吧。你这是种的洋芋啊？哦。原来
哎，洋芋都长那么深喽。你这个是中间还要套种东西是吧？中间种包谷啊？哦，哦，中间就采不得哈。嘿嘿嘿嘿，这点留在你的家人呢？哦，抽不抽烟？我不抽，谢谢。我都还没给你装烟，我不抽。你不抽？我看到二人有条路下来，我就走下来看哈。他那个路是，他那个石梯是走哪儿去了哇？这就下那个点河堤嘛。就下河。啊，是旅游区吗？旅游区嘛，对吧？那现在没人的？现在就是说个人不搞了吧？不搞了，废了。啊，搞的人都个人调北地城去了。咦，我看你们那个房子都还是土墙啊。我们这儿这没在这儿住。哦，没在这儿住。哦，只有在这儿住的。就在这儿种田哈。房子嘛呀，高头新农村的。新农镇的嘛。屋嘛，高头的我们在这儿种了田嘛，管它，就是弄个屋建它。哦。房子嘛都几百年了。几百年了。是几百年了哈。啊。没得时间陪你玩哈。啊，没得事，我就在这边耍，你忙你的活儿，忙活儿才重要。这个地方这一块石头感觉有讲究啊！你看这一片，一整块石头，这边就是这个房子。这房子里面住的人呢都搬走了，他们现在是下来在这个地方种地。这个地形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这下边是一道河，而且这个河谷还比较深。他们的这个旅游步道。看一看哈，我是从那个地方走下来的，那个石梯呢，从这里下来就到这个河沟里边，然后再通过这个河流转过去，从这边过去呢，那边上去就是新农镇啊。这户人家呢，这里这个房子呢，它就是居住在这个山包的下方，而且这里有一整片的这个平地啊。位置非常的险要啊，下边有河流隔断，后面呢又是大山，你们看一下这个来龙，对吧？这个山从那边过来，然后正好到这里断开，这里有一个房子，然后下方呢就是河流围住，有没有感觉这个地形非常的牛啊，朋友们？这里这一个石头。从那边走过来呢，就感觉是一块石头，但是从我现在站的这个视角来看，有没有像一只龙爪手？这个地形真的是有讲究啊！不知道在这里居住的以前的人啊，是不是在朝中有当官啊？然后对面的山形是这样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垭口。而这个房子居住在这里呢，它正好可以通过这个垭口可以看出去。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房子啊，都是土墙。这个房子呢，至今呢已经是200-300年的历史了吧？刚刚那个大哥说的。有很多朋友啊，可能不太清楚这个土墙是怎么做的，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土墙中间还加有这个木板。实际上呢，它是两边用这个木板给它关起来，做成一个木板的盒子，然后把这个泥巴加上水放进去，用这个木锤子一锤一锤的给它夯实，然后呢，这样子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递增，这样把这个土墙筑起来的。这个呢也讲究很好的这个技术啊，技术不好的基本上你筑不了这么高的墙。有的筑到一半可能就倒掉了，所以说它这个技术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我们上来看一下。哎，娘，吃饭没有？吃饭的。哦，你要去种地是吧？哎，种地。哦，那你去种地吧，我看一下。哎，你看一下嘛。还没吃饭呢。啊？还没吃饭呢。我吃了的，在上面吃了早餐的。吃了早餐的。啊，你看忙你的，你们要干活。我就在这边看哈。小弟，你是哪儿的？我啊，我是贵州的。贵州的。啊。哎，贵州还有点远
远，都懂，差不多都懂。他少数民族你又听不懂嘛？少数民族听不懂，汉族的说话都听得懂。哎，好，看这里这个土墙，竟然张开了这么多的口子，它依然是没有偏差的，所以厉害啊！以前的这种特别古老的这个工艺确实厉害啊！你看这些缝隙这么大了，但它的墙体依然是非常的直。你这里看到好多老古董啊，这还挂了一个算盘放在这里。这个房子是后来做的，但是这个房子呢，也都应该是超过100年了。看到这些土墙啊，不知道大家第一想到的什么？我第一想到的就是这户人家肯定是大户人家哈，在以前的话。那么看这个地方竟然是住的2层啊，下面还有地下1层，都是土墙，可能是下面放一些贵重的东西啊，上边呢住人，对吧？这个房屋真的是令我太佩服了，全部是这个木料和篱笆，竟然把这个房屋建到了3层，特别是它的墙体啊，全部是这个泥巴来夯实上去的土墙。3层的这个土墙房，竟然在这个地方屹立几百年不倒。看到这些墙壁上的缝隙啊，也能够感受到几百年的沧桑，但它的墙体依然没有变形，这可能比现在的很多砖瓦结构的房屋的质量还要好，大家说是不是？太牛了啊！然后还做了这个什么阳台，对吧？2楼和3楼它还做了这个阳台，可以说这是我拍视频几年来遇到的最牛的房子了。哦，100年前这个地方还开过店，我就说这个地方好嘛。100年前这个地方是茶马古道，也就是说来往经商的人、过路的人都要经过这里。100年前在这个房子里面就开过店，是什么概念？而且很有可能在100-200年，这一座房子里面居住的人是有当那种大职的人存在啊。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哈，我还要爬石梯上去，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奉节的汉奎门。上一次来汉奎门啊，点子不佳，把无人机给飞炸机了，所以就没有拍视频。这次呢，又神戳戳的路过这里，那我得好好跟大家拍一下这个视频，让大家看一看世界第1大山门是什么样子，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个上边呢有一条公路，这儿是观景台，我所站的这个位置有一个亭子。当然这里也是可以观景的。我们镜头移过来，到达下边这个村庄，看一下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天坑村的感觉。这边的这一片崖壁啊，如果说在下大雨的时候啊，看到没有，这里有水，这里有水，这边也有水，可能是像一个扇形瀑布一样，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今天没有遇到下大雨啊，所以说就看不到这种景观了。汉奎门啊，以前是一个景区，好像门票是10块还是20块，搞不清楚。但是现在是全免费的一个状态哈，大家可以直接到下面去，也可以在上面的观景台来看，反正都是不收费的。为什么这个地方叫汉奎门呢？因为它与长江三峡自然景观奎门相似，那个呢是在水上的门，这个呢是旱地上的门。从我的感官来说啊，汉奎门更加的像一道门。大家感觉可能从镜头中看呢，这也不是很大呀，但实际上啊，这一道门有600多米高，2山之间形成的这个门道啊，也有400米宽的天然石大门。
被地质界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山体石门。在远古时代呀，这道600多米的巨大山体石门，就好像把这个村庄关在了里面，与世隔绝。这个门呢，也是这个村庄出山的唯一通道。以前大家有没有听老人说啊，不要到山那边去，山那边有危险，有野兽，充满未知。所以说，小孩子呢就在这一片地方玩耍啊，谁也不敢到山外面去。后来呢，人们慢慢的冲破枷锁，冲破禁锢，才到山外面去，才感受到山外面广阔的天空啊。所以说呀，人啊不要循规蹈矩，要敢于创新，敢于拼搏，敢于冲破过去的枷锁，你才能够看到外面广阔的天空。现在呢，我就用无人机的镜头，让你们从里面的视角看看山外的视角是什么样子的。只要过了那个山门啊，外面就是海阔天空。大家好，昨天我从遵义700公里的赶程啊，昨天晚上是住在无锡县城的，今天一早呢就赶过来这个山里啊，马上就下去李大娘他们家。我本来说呀，买点东西找人背下去一下，结果这里都没有人，他们也没有背篓，没有办法，我只能用这个棍子挑着。这一挑真的50-60斤，朋友们，我这个下去再上来，我也是够的了。而且这个路特别滑，它都有好多树叶，一不小心就要滑，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挑到。累死我了，朋友们，从上面下来都这么累，可想而知从下面背东西上去的话有多累。我都佩服我自己啊，竟然把这50-60斤的东西挑都给它挑下来了。这个地方下去最难走，太陡了。哎呀，下来这里就到了。马上就到。吃饭了没得哟？上次来过的，那个大娘是的，是吧？记得我吧？记得我的哈？哦。我本来说上面找个人帮我挑起下来，我找不到人。哎，我都没得办法。我这是挑回。重了50-60斤，我可能。我这是就是这个事情恼火啊！咱一会儿。我都晓得你们肯定都挑起恼火得很，都转来了，他们都转来了。你脚好点了没得呗？我这送货噻。送货点了哈。我的还不得行。做活儿还不得行。人挑路该送我。我才好久来过的啊，是半个月前哈，是不是啊？
我们这有没有办过呀？你们回来好久的呀？你们是13号回来的。过把月了哈要。13号。哦，他们13号回来的。你在这儿来还提前。提前，我来就是你盖儿的嘛。关阳的房子好多钱？好多钱啊？房子啊？买8年多少钱的？等于以前就买了的哈。我以前是14年买的噻。14年就买了的哈。你这个贵姓呢？我又搞忘了。他们我晓得姓李哦。我上的门，我姓马噻。姓马哈。你烧中完事，你们都要吃了吗？是？我都吃。都吃哈。带累饭的。自己的鸡下的蛋呢？海阔江南，心一所惆怅。听得湖畔群交响，心不知所向。划船箫鼓声声唱，曲曲断人肠。谁家墙头有美此芬芳？还切腊肉呀？腊肉啊！你们吃不吃腊肉啊？吃啊！是啊，一般就不吃那个腊肉哎。是啊。咦，正好你吃腊肉，就是想尝下人家腊肉哎。我这个也还是试试看，还是就这些啥子这个嘞。俺们店这里没得腊肉的。往年的没得，今年有哈。往年那个今年猪更狠，味道上香。往年只有猪瘟。比如说前年上前年，那有人说个转变了没，好多没得过年多。日三回头望，有句话。这啥还有啊？有啊。专门给我腌着炒肉吃噻。你们吃不吃羊呀？吃啊。是啊。我就是这个。这洋芋粉饭好吃啊。现在他们一般给他不吃羊的呀。可知人在寻我，从此苦度过。浪花一凋落，怎堪才斟酌？可良辰无多，一场烟火，你曾盛开过。可知人在寻我，从此苦度过。江南花一凋落，怎堪才斟酌？可良辰无多，是啊。从此那我就跟你们说清楚了，我就要走嘞。说清楚了，对，我也要给人家一个交代了嘛，人家说噻，是不是吧？我了解你们的情况嘛，了解了嘛，我要跟人家说噻，是吧？好吧，回你们的心。那我就先走了，又吃腊肉好吃得很。要多久才扒得上去？快，那我走嘞。你们注意到少40分钟。好，40分钟差不多。40分钟。那走了，谢谢喽。好。朋友们，大家好。从李大娘家吃了饭呢，已经回城了，现在在山腰。有很多朋友肯定好奇啊，耶，我托你带钱给李大娘他们，你怎么没有拍出来呀？是这样的，这一次来呢，他们一家3个人都在，我了解的情况呢就更加的详细一点。当然之前李大娘跟我聊的这些话呢，也都是基本属实的，包括这个马叔是上门的，对吧？儿子呢是
眼睛看不见，包括马叔呢也是去挖葛根把这个脚给压断了，到医院去又花了好几千块钱。还有一些情况呢是上次没有了解到的，他们是有房子的啊。早在2014年呢，马叔就已经把这个房子买到了关阳镇上，那个时候是花了10几万。那么我呢也是本着对事件的真实性负责，对吧？很详细的问了他们家的情况。那确实，因为他的脚被压到了之后呢，是在外面寄了几千块钱去把这个脚给治好啊。现在呢在养伤阶段，但是呢这个马叔跟我说呀，外面别人也有欠他几千块钱，所以呢他们家现在的状况是不负债的，也就是说不欠任何人的钱。住的地方呢，关阳镇有自己买的房子，现在住的地方呢，只是说种庄稼的时候来这里种，在种庄稼的时候，这个家里是不能离人的，因为这个猴子老是来骚扰，对吧？因为确实有10几位朋友呢转钱给我了，让我烧给李大娘。那么我这里呢也把名单贴出来，大家看一下，总的呢是4900块钱。我本来想啊，虽然他们不负债，但一家3个人呢，目前来说，确实就李大娘得力一点，对吧？我想着还是把网友的心意转给他们，但是马叔呢是婉言拒绝的，那么我就没有过于的强求。那么大家转给我的钱呢，我会原封不动的原路转给大家哈。买的这些东西呢，就是我自己掏钱买来下去看望李大娘的。整个事情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好吧，朋友们。贵州一小伙儿厌倦了打工生活，带着妻儿隐居山洞，过着世外般的桃源生活。当时怎么会想到来这个山洞？以前我也在广东打工，一个月工资就3000多块。尽管我省吃俭用，想多带些钱回家，天天闹交下饭，但辛苦了几年下来也没存到啥钱，所以我就决定回到老家，来到这个山洞里面居住。住在里面没有压力，也没有房贷车贷的负担，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醒来就去山上溜达一圈，空气又好，顺便割点猪草回来喂喂猪，养肥了过年的时候猪腊肉。我这个山洞里面有地下暗河，河里有鱼，门前自己种点菜，有朋友到我这里来都不用买菜，我就把腊肉鱼拿来招呼他们，反正我自己也吃不完。以后我就在家乡不出去了，就在山洞里面喂点猪，养点鸡，还养了几10箱蜜蜂。没事再去山上搞点野山货，一年到头比外面打工收入还多，而且没有压力，自给自足还自由，不用被人管，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动身。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这片地方啊，在20多年前连大米饭都吃不上，只能吃包谷沙饭。没错，这里就是大发天曲啊。这个地方呢，因为离我家乡比较近啊，已经来过好多次了。那今天呢，再带大家全面的了解一下大发天曲以及村庄现在发展的情况。首先，我带你们到这个最险峻的查尔岩那个地方去看一下那种险峻程度。让你们感受一下当年花了36年时间修建的崖壁沟渠是什么样子。这条天曲呢，是草王坝村的村支书带着当地的村民啊，断断续续花了36年时间修建的一条挂壁天曲啊，非常的了不起。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最险峻的一段崖壁查尔岩。那么我也不切近，让大家整个来感受一下这个崖壁。这条沟渠呢，它的主渠长度是7200米啊，支渠的长度是2200米，一共呢是9400米的一个长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崖壁的下方啊，非常非常的险峻。现在步行的位置离崖壁角呢，应该都是100多米的一个高度。我们可以看到山下的这个公路只有一点点，对吧？非常的震撼。而且这个公路啊，我记得我们在10多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就走过这条崖壁公路，走过这条崖壁沟渠。当时呢是没有这些水泥来铺路的，也就是这个崖壁的这个沟的这个边上啊，是泥巴，还是泥巴，而且在下雨的时候，在这个上面走，脚下是滑的，朋友们，脚下是滑的，所以那个时候会更加险峻啊。因为现在呢，它是用这个水泥把这个边上加固了，但是依然非常的危险。如果说你是这个恐高的人啊，是不建议在这个上面来行走的。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这个就是小菜一碟了。而且他们之前因为这个村庄，对不对？他要跟这边这个村庄来进行来往的话，他走这个山上去翻过去的话，需要走2个小时的路程。但是他们通过这个崖壁沟渠这个上边小道走过来的话，就可能是半个小时吧。所以当这条沟渠修成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把这个当为通行的一个步道了，而且还要背100多斤的煤啊，背一些柴啊等等的，都背着从这个上面过。所以这个人生活在山里啊，他是人适应山里的环境啊，不是说像大城市或者平原地方有那么好的条件啊。咱生活在山里人那没办法，必须要适应这种特别严苛的这种生存环境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只走到这个查尔岩的这个位置，因为这里呢我来过好多次啊，其实拍的也比较多。如果说大家有兴趣呢，你们可以去翻看我以前的视频哈，有各种航拍啊、各种说明啊等等都有。今天主要是带你们来看一看这个风景哈。这个看一下，从这里过去哈，一直到前面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呢，当地的人称它为罗斯水沟沟。这个水呢，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啊，平缓的引过来，之后经过这个最高的这一座崖壁，对吧？然后一直到前面去呢，翻过那一座山呢，就是到草王坝村。那整个沟渠呢，是经过了3个村庄啊，9处大小的悬崖，10多处峻岭啊，非常非常的艰难的把这个水渠给修通。这一条沟渠呢，是1959年黄大发上任村支书之后呢，带着当地村民一同修建。95年的时候呢，这条沟渠修通。那么整个时间呢，断断续续是花了36年的一个时间。然后其实这条沟渠它不是一次性修通的啊，因为一开始他们修沟的时候，也就是59年开始修沟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个沟实际上是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崖壁的上方啊。但是当时因为是一个技术的原因，所以那个沟没有修通啊，废弃了之后呢，黄大发支书呢又到这个镇上啊，到县里去学习水利工程，学习了3年之后呢，回来，然后在92年的时候呢，再开始修沟渠。那么这一次呢，就是一鼓作气的把这条沟渠修通，3年时间呢就修完了。也就是说，在95年的时候呢，这个沟呢就通水了。带着村民把这条水渠修通的黄大发支书呢，也在2017年被评为了中国年度10大感动人物之一啊。其他的荣誉呢更是数不胜数，我就不一一跟大家讲解了。1995年草王坝村通水之后啊，黄大发支书呢又带着村民进行坡改梯，把昔日的这些土地全部变成农田，从此呢就改变了村庄以前吃不上米饭的一个窘境。黄大发的脚步呢，其实从未停止啊。他带着村民把这些村里面的土地改变成农田，有了大米饭吃之后呢，又带着村民挖路啊，从这个镇上乡里把路慢慢的挖到这个村里面，也是几十公里的一个路程。当时也是费了非常大量的工程啊。等到这个公路修通了之后啊，村民们慢慢的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然后后来这个因为仁怀到遵义要修一条高速路嘛，好像之前这条高速路的路线是偏离现在所在的位置的。那黄大发呢又去各方面去争取、去申请等等，
最终呢，这条公路也通过这个地方，而且呢，还在这个地方开设了高速路的出站口。可以说，现在的草王坝村呢，已经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啊，整个看去呢，就是一个新农村的面貌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代接着一代人的努力换来的结果。正因为仁遵新高速从这里经过，而在这个地方呢，又诞生了一座世界级的大桥啊，就是我们眼前这一座大发曲大桥。而这一座大桥呢，在同类型桥梁中，它是排名亚洲第1的。所以说呀，咱们的幸福生活都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不断的努力得来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绥阳县的大山里，有没有看到我身后大片的这个土地都是荒废的？这个峡谷下面还有一整坝的那个田也是丢荒的。那么我是从前方这里开车到这个山路过来的，前方这儿呢公路就到头，而且我开过来这一路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无人村啊。路上3-4公里的这个路程啊，东一家西一户的房子都是没人居住的。我不知道是整体搬迁呢，还是什么原因啊，反正整个就是一个无人村的一个状态啊。我回头给你们拍一拍看看啊。其实这个无人村是通路的，只是这个路比较窄啊，只有3米宽的路，所以开车要特别的小心。这些地呢，基本上都是近2年荒废的。这边这个上面有好几栋的房子，咱就不去看了。就这条路往前面走呢，我们用从飞机的镜头看了一下啊，这边还不错，所以到这上面去看一下。你们看这个路啊，你是不是胆子小也不太敢开啊？因为它这个路只有3米啊，刚好这个车能过。有个车来的话，你都不知道倒车倒多远。你看这个前方啊，这个非常的舒服，这个地方山又大，反正这里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无人村的状态哦。好多的房子都是坏掉了啊，没人住了。因为这里啊是一个延绵几公里的大型无人村，它的山上呢也东一家西一户的有，我只看到这里这一片呢是一整片的这个住户啊，所以我把车开到这里来，然后带你们到这一片看一下。你看看这里所有的地都是荒的，包括我停车的后山，这些所有的都是土地啊，以前都荒掉了。然后车子呢只能开到我站的这个位置。那么来看一下，这里就是第一家住户了，车子呢就只能开到他这个房子的位置啊。这个房子看着还不错，是吧？年久失修呢，我估计也支撑不了多久了啊！最多在这个地方2-3年呢，我估计就会倒塌。这房子挺大的哦，来看一下，挺大的。它这个因为外边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厨房啊，厢房吧。我们继续往上边走。然后这个地方的视野真的是非常的开阔啊，可以看到对面。这真的是一个无人村啊，不开玩笑。然后看看这个房子，这房子就不用看了，这个房子基本上已经废了啊，没什么好看的了。感觉现在这边电都可能不通了。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道再往上去，因为刚刚我们
从这个空中的视角来看呢，这上面还有好几户啊，感觉这个路也没啥人走了。其实以前的这个村子里面，他们相互之间的这个串户路啊，都是这种石梯来铺的，其实还挺不错的，是吧？大家看这个房子还比较大，两边有这个牛栏猪圈，中间呢是人住的地方，这个布局还不错。然后院坝呢，这些瓦片到处都是。也是没人居住的，我看那地方还挂有一些衣服啊，是不是偶尔会回来？但是看这个模样呢，是没什么人居住的。然后你看这个正前方这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居住还可以哦。看一下，感觉走到这儿都特别亮堂，是吧？然后正前方呢，就是这片竹林有点挡，把这竹林给它咔掉的话，就看着视野非常的开阔。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还能上去，上面还有人家。这边呢是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无人村，它有东一家西一户的都隐藏在这个大山之中，只有这里呢是连着有好几户的人家，可能有10户吧。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有些房屋的周边呢有种一点地，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个地方呢公路通到这里了，村民回来也比较方便。那在自己的院子里面种点菜呢，也省得在街上去买，对吧？这样呢也可以省一些钱嘛。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大山里的无人村呢，它会越来越多。山里呢，可能就剩下最后一批70、80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在留守。真的，再过10、20年，我们再走进大山呢，会发现到处都是这样的无人村庄。这可能是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的一种现象哈，实在是没有办法。朋友们，假如说是这样的无人村啊，让你们免费来住，有多少人敢来这里居住的？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啊，看看你胆子有多大。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是开车在我们贵州的大山里，在这个地方啊，发现对面那个山梁上好像有一户人家居住，这个下方的一大片的平地呢也都是荒废的，挺可惜的。我们用无人机飞过去探秘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人住在上面啊。现在还在下这个小毛毛雨啊，在这个山里面云雾缭绕的。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像桃源仙境一般哈，非常的漂亮。一户人家住在这个山上，然后我们注意看一下，周边有好多的这个土地。那么这些土地呢，以前都好像是荒的，感觉这一户人家是已经搬出去好多年了，然后又返回到这个地方开荒种地的这种感觉哈。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户人家呢，他还通了毛的公路，从这个山的背面挖过来的，咱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接过来的，反正是挖的老长了。我们无人机飞近看一下啊，有一些土地呢都耕种好了，有一些呢还是荒地，感觉今年他们这一户人家是要大干的，是要大量的种庄稼，对吧？有可能是搬出去太久，这个电线什么的都毁坏了。那么你看他们现在用的是太阳能啊，院坝呢放有2个太阳能板，估计呢照明都是用太阳能。我们把无人机飞近看一下，哎，怎么感觉从房间里走出来是2个年轻人啊？难道是隐居在这个大山里的吗？哦，不是，又出来了一些人，好像是一大户人家，又或者说有人来帮他们种地什么的。反正这个地方呢，看到就是一个房子，看到这个房上还在冒烟啊，应该是正在家里煮饭来吃。你们可以看一下，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山上，然后周边有这么多的大山是可以利用的。那它这个地方呢，毛公路也可以通过来。虽然说雨天可能车子过不了，但是天晴的时候的话是可以开车的，我觉得还不错啊。现在很多人都慢慢的回归到大山里面来，我感觉这户人家他们回来是要在这个地方大量的开荒种地的这种感觉，把以前的荒地全部把它弄出来，特别是这个山下这么一大片农田，我感觉有几十亩地啊。这个要是种上水稻的话，其实也可以卖不少钱。你们还别说啊，这个地方我还挺喜欢的。
特别是雨后这种云雾缭绕的这种天气啊，看起来非常的舒服啊，仙气飘飘的感觉。虽然说交通不太方便一点，但是住在这个山里面难得的清静嘛。如果说特别喜欢那种清静的人呢，比较适合住在这样的地方。最起码在天晴朗的时候呢，这个毛公路是可以开车过来的。朋友们，假如说给你们这么一片地方，但是不通电，照明只能用太阳能，有可能信号都没有啊。这个出山的话要步行，你们愿不愿意在这儿来居住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的大山里，看一下我身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峡谷。这个下边呢是有一个村庄，但是目前是整村搬掉了，但是还有一户人家呢留守在这个大山深处。我们今天呢准备下去探访一下。我呢是从这个顺山走过来的，走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已经走了半个小时。那么等于说现在我是需要再顺着这个小道一直走到这个峡谷底。我们现在就是只有这一条小道可以下山去，其他都没有路了，因为都是悬崖峭壁，还有森林。俗话说呀，上山容易下山难。现在我下来倒是挺容易的，等会儿上去可能就比较难一点。有朋友说呀，不得不佩服中国的电力，那是真的厉害。不管是高山险阻、悬崖峭壁，我们的电都是绝对畅通的。这些路上跟崖壁有啥区别啊？这走路都得小心。哎呦！哇，走到这里之后豁然开朗。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峡谷底部，哇，太漂亮了！那么多的田地，那边那些房子全部拆掉了，然后只有这儿有一个房子，可能就是留守在这里的这户人家吧。我们下去看一下哈，感觉这个下面风景非常的漂亮，又是悬崖峭壁，又有河流，又有河边那么大片的平缓的土地。虽然看着近在咫尺啊，但我们走下去可能是还得好长一会儿时间。哇，养的有狗，吓人哦，这么远都听到声音了。你看它这个下边是喂有羊的，所以呢这个进去的路啊都有用这个门挡着。那怎么过去啊？这个地方啊，它是拴着的。我们先过去，然后还是依然跟它拴着啊。天哪，这个路是真的陡，走在这里都非常小心，要不然你这一滚的话，就直接滚到沟底了。哇，在上面不知道啊，走下来之后才发现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啊！我是从这个山上悬崖峭壁上慢慢下来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啊，它那儿有一个水潭，几边都是悬崖峭壁，这个就是一个峡谷的尽头。这儿有没有像那个小龙女跌入这个绝情谷的那种感觉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几边都是悬崖峭壁，这个峡谷底一点信号都没有。我大老远的就听到好几个狗在叫，我天，我都不敢走。哎呦，先找一个棍子，没个棍子拿着，我的个天哪，你绝对是不敢靠近的，太恐怖了。2个是没有问题，我就怕3个以上，3个以上的话，一个人就招架不住了。2个我是可以招架的。我跟大家说，这个大山里的路就是望山跑石嘛。我们在上面的时候，其实看到这户人家离我们挺近，对吧？但是走下来，你会发现弯弯绕绕的，
要走好一阵。这地方你们看一下美不美嘛？就像一幅画卷，好。还养一蜂，3个狗，我的个天！有个老人家在的，喂了2个多狗啊！喂2个多狗，怕咬人不？不怕，走，我怕它咬人嘞。没人来我都有麻烦哈，就凶得很是吧？哦，走，走。哎呀，你还吸了那么多蜡水？你那么多个？你干那么多？啊，你养回来不在那个菜地。那现在这下面就得你们一家人啊？啊。你们这下面以前有好多人呐？下面呢？啊。下面那个我们都全部搬出去的。我们全部搬出去。哦。等于你们也是搬出去了的？我们只是搬出去了，我们只搬出去，我们个娃儿手头的，在外面头跑啊做，他做过事啊，然后他说是为他生活。哦，等于你们这下面全部都是搬出去的，只是你们回来在这里喂羊子哈。啊。哦。这下面以前总共有好多家人呐？我以前总理好像才得15、16家人。总理有15、16家？啊，总理好像15、16家。全部都搬出去的？房子也基本上没得了哈。房子拆没几个，房子拆了上面拆了。拆了哈。你们这儿姓哪个？我们姓我婆家姓杨，我娘家姓李，我姓李。哦。在这里养着养了好多年了呀？没有很久，几年了吧？几年时间才？我看你那边好像还有个32千0没得路的啷个骑下来回的？下山了要摆的。台阶下不的？下山全部下山了这家装的。哦。那你冬天的话，羊子要抽起卖起呗？冬天才不是开得出去的。都是开得出去的哈。开得出去的，做羊子该开得出去的。这冬天那留着不能行。那这点还可以。看来你都是走南闯北的，老早就走广州去了。那没办法，那个这广州人他们还要带人呐。你不是才58岁吗？你7、8年前就在广州跟他们带人的呀？啊。那你娃儿不是20岁就结婚了？他是20岁结婚了。哦。他今年我们为了他跟我老公都耍了，他耍得早了吧？哦。我们个孙女今年8岁的嘎。孙女8岁了。啊，今年8岁了，我们50年20年。你家几个呢？我们5个了。5个小的。啊。哇，怪不得要凑个3个姑娘，2个儿子3个姑娘。你们那个时候的负担还重啊，因为4、5个家了嘛。我们谈的要把你不相信，我们时候的谈吃基本都吃不起，就是这个样子。土地。我们大姐娃呢，才14岁的到广州，到广州去的时间，等于他是送我去的，他不啥都没去，我不能去。等于我们有个妹在广州，他跟我谈。他说咋？他说我听他说，周些在什么都在挖天明洞啊，挖老虎江啊，在那个爬家，他说把拉不住，下班都不得了的。他说你放心嘛，等他走起来嘛，那只能我们那到活了住嘛。我说你过年没的，肯定到那儿靠为住他哈。后来我就谈了对，我说你明天给你这公司你认识嘛，你那书也没读啊，4年级书都没读鬼啊。他说到广州去上我又没钱的哈。他妈妈让你让妈给我寄钱嘛，他就让我装了，他你给我寄300块钱就行。他讲嘛，这300块钱那我们100块钱的我都100块钱的我都他再200块钱对的。现在我他那压对，我是压对就我都跟我高晓打水。好过到那甩的100块钱，我让他再200块钱。走了广州，第一年他就要洗在个脚上就洗脚趾，他那20块钱天满是啷个了。都住了几个月，这几个月还不想他住，他都跟他明天谈，他明天说我不想那个床住了，我跟你说嘛，那个床我那20块钱天了，他是说
到的时候包吃嘛。他说这个反正一天了以上这身上就是10万块就是打起来。就是大那个儿子出去打工是吧？最大个才40岁都出去打工。就等于他出去打工了之后赚到钱，给你弄了1万块钱转来。然后你才在外头把这些肥料啊、牛啊这些整起来，才把庄稼做好。我们这家是我们个儿子搞7个人，这家我们家是整我儿子搞。占得大那个儿子哈。其实没得大这广州给他交钱啊，他让我们来把家里7个人有哟，而且我们吃喜欢吃这个娃儿都多的人就不大人大出来挣了送给大人穿，送给娃儿穿，就像那个，反正说哪里有人酒去了，你反正想么事情就送给人去了，不要想啷个跑到就把给人家送这个这个酒，就爽了吧？哎，以前的日子都恼火。我说以前的日子都恼火啊！现在好了噻。村里面人啊，这我们送的有送背条，那里有几百块钱。村里面我们送背条，也是我们送牙钱了，你知道没啦？而且那个钱包的出去，当你一个真的送啊，你恼火得很。现在好了嘛？现在好嘛？我年纪近了，也年纪是年纪近了。你年纪又不大，58岁，年纪不大现在。老二给到广州了，在广州哈。姑娘都嫁了噻。姑娘嫁2个人，我老师给把我选了个云南籍的，在云南。还有个幺姑娘。幺姑娘在哪里干了哎？幺姑娘在西阳上班了。在西阳上班。幺姑娘好大了？有20岁没了？20岁嘞。20岁哈。满了20嘞。阿弟都是你们喂的牛？全部都是哈。你压人留在这儿，我觉得是可以的。过来，不要咬我哈。过去。你这边。还是怕哈。不怕，咋了？你也怕人，我来怕的，把你这两个手我是没办法的，真的。你这个车就是下山的时候才背下来。下山背下来。你们这个真的就是自己挖的了嘛？我自己是往下河过去了，挖下河的，好不好？挖下河都挖好多时间了。没得挖好多时间了，今天多少河，反正就是。你没得挖挖机进来噻，手工挖呀？我们挖挖机吗？挖挖机到哪开进来吧？为的样子就是那种。这个下面也是关进样子的哈。那我上去了，打扰你了。不吃了，我上去了。你这个在外面站起，我弄个几个狗也担心。下去逛耍了一圈了，现在我开始返程爬坡了。这个下边的环境真的是非常漂亮。以前是15、16家人在整个峡谷里面，但是他们从10几年开始到7、8年前呢，全部整个都搬迁完了。这个阿姨他们家呢是又返回来，在这个地方搞养殖的。这个阿姨呢提到了她的大儿子，对于她的大儿子呢，她是赞不绝口的，因为她整个家庭的状况是她大儿子来改变的。以前都是吃不饱穿不暖，他大儿子14岁的时候呢，就想着出去打工。当时去打工的路费呢，还是这个阿姨去跟他借的，去借了300块钱，本来是都给他的，但是他想到家庭困难，又留了100块钱在家里面，自己带了200块钱下广东，去那边打工2、3年的时间，存了1万块钱，然后把这1万块钱呢寄到家里来。这个阿姨他们呢才开始去买一些羊，买一些肥料来把这个庄稼种好，所以才慢慢的改变了这个家庭的窘境。大家是不是觉得挺佩服他大儿子的？当时去那边几百块钱一个月，2、3年可以存1万块钱，对吧？挺厉害的。但是呢，也因为打工把手给弄了，前几年呢才返回到这个深山里面来搞养殖养羊。我相信阿姨的儿子呢是成千上万从农村出去的年轻人的一个缩影，大家都在不断的努力奋斗创造和改变自己窘迫的人生。虽然农村出去的起点低吧，但是我相信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不断的去改变和创造，会得到大家所想要的。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啊，
好久没有给大家介绍山里的避暑房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呢喜欢那种原生态的地方，今天路过这里呢，正好看到有2栋空房子啊，我觉得这儿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它是一个4合院的一个房子啊，这个公路呢也是通上来的，然后这个门前好大一块的土地，哎，咱们居住在这里呢是可以种一些花花草草的，反正它这个地也是荒的。然后这几栋房子的后山呢，就是延绵上100公里的自然保护区。我们可以看一下，距离这个房子不远的这个山下呢，就是有公路的，是8米多宽的这个公路，所以说交通非常的方便，而且还有一条小河沟。这里呢，满足了大家这种有山有水的这种需求。这个地方呢，总的应该是有5、6户人家，但是现在呢，只有2个老人家居住在这里哈。我刚才问过他们了，他们现在住的是这个房子，然后还有4合院的这边上这一栋，那么也就是这个整个4合院那边那个3个房子呢，现在是空置的状态。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这边以前还装了一个太阳能板，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了。这个下方呢摆有一些这个石磨啊，有大磨有小磨，喜欢这种环境到这儿来居住呢，是可以自己磨豆腐啊，磨一些粗粮这些来吃的。这里外边这个房子它是一个吊脚楼啊，你还别说啊，3、5好友在这个吊脚楼上喝茶是挺舒服的啊。这个就是以前建的房子，对吧？这边2个磨都是好好的完好无损的放在那里。然后这个吊脚楼的下边这边呢是养猪的，可能那个地方呢是养牛的。这个以前建的房子，上边呢就是住人的，对不对？这个房子呢是山里为数不多的一个4合院的房子啊。看一下啊，这个整个中间呢它是一口井的这么一个形状。等于说目前来讲呢，这个4合院是空置的。2位老人家呢，他们是住的这个偏房啊，这个偏房，然后还有就是那边那个房子，因为是他们家的嘛。这里整一个4合院和这个房子呢，它是4户人家吧，我刚刚听那个老人家跟我讲的。比较好的一点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边是公路通的，然后车子是可以直接开上来的。这个叔叔呢，在那儿种地还是干嘛？我们可以稍微跟他唠2句啊。你看上边那儿呢也有一个房子啊，他们这儿呢喂了一些鸡仔啊，这个鸡都是土鸡啊，看着黑脚啊，跑得贼拉快啊。等于这个4合院是你们就住的自编自2杆哈，那边都是空气的，都是全部空气的。但是这个4合院总的是几家人呢？4家人哈。对，在这里详细地址是哪个地址啊？半坡，小地名叫半坡，徐家坡半坡，青冈塘镇回龙村徐家坡半坡。就是这个小地名的嘛。可以，谢谢你了。我再上去看一下。刚刚那个老人家跟我说了哈，这里是一个4合院，他们这里总的是4户人。那么这个4合院有一排房子呢，是上边这一家的，但是他这个房子现在也都是属于空置的状态啊。平时都不会回来，只有过年的时候呢会回来，可能住几天吧。这个房屋的身后呢，就是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是一个延绵100公里的自然保护区，后面就是大山啊。但是住在这里呢，千万不要随便逛到大山里面去，因为特别容易迷路，你走不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房子的位置呢，就比较向阳。然后我们看对面啊，也是这些山峰，下边走下去没有多远啊，就有这个大一点的公路，而且它这个位置是非常亲近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车子可以停到这里来，对吧？那么也就是从这个支公路上来之后呢，它这里呢就是一个尽头的1户人家，然后房屋后面就是大山，所以大家喜欢这种亲近的啊，喜欢就是到我们这个贵州大山里来避暑的啊，像它这个房子就非常不错，它不单适合避暑啊，还适合长期居住。但是呢，这个要跟主人家去商量啊，因为它现在呢是
不回来了，基本上不回来了。只有是过年的时候呢，说是会在这里来住个2、3天、3、4天这样子。这房子看着相当不错啊，但是它这个2楼这边是没有装修的，只是装了这个1楼啊。特别是我们喜欢在外面旅游的人，或者说喜欢露营的有露营的朋友啊，他这个地方就特别合适哈。在这个院坝你都可以搭好多个帐篷，对吧？正面呢，它是一个3大间的一个房子，然后这个侧边这里还有厢房，也就是厨房吧。厨房，那么你看这个地方就可以做一个茶台啊，然后在这儿喝茶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对面这么漂亮的山峰啊，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是非常向阳、非常不错的。个人觉得呀，这一栋房子是比较向阳的，而这一户人家的房主呢，他下面的4合院还有1排的房子是他的，他这2个房子都不居住的啊，人家只是过年回来个1、2天、2、3天这样子，其他的时候都不会回到家里来住。所以如果大家有喜欢的，你们可以来这里呢，去跟主人家聊一聊，我觉得是可以聊得拢的。他们这里这几家呢，都是一个姓罗。所以他们都是一个祖上下来的，大家刚刚也看到那个老人家了是吧？特别的友善，也非常的客气。反正我个人感觉这个地方不管是临时避暑，或者说长期居住啊，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借助今天呢，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哈，有很多朋友呢就问我要这些人家的联系方式什么的，这个我确实是不能给啊，因为问的人很多。假如说我去问到主人家的联系方式了之后，然后给到你们的话，其实是会对人家形成一种骚扰，对吧？一定是你们自己本身呢，就是有闲时间想到山里避暑养老的这一群人呢，你们是有时间的，对吧？你们来看了之后直接去联系比较恰当。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